你这就是爱情的力量。爱情让你忐忑，爱情让你不安，没错吧？对啊，怎么了？哎呦，哎，承认的还挺快。小老板，你这狗粮撒起来还挺专业啊。什么鬼啊？不用麻烦你了，我又设计了一个虚拟权限，这样会显得比较真实，睡吧。今天晚上要熬夜，把我的保温毯送过来。这种天气要什么毛毯？行了，小老板，你别着急了，我去前线给你打探打探。要什么毛毯？还非要小猪佩奇那个？这温度计用完了就随手这么乱扔。小老板，跑哪儿去了？怎么才回来？警惕1/1000的风险，才能拥有100%的安全。小老板，这句话说的太好了啊！一定要注意安全，1/1000的概率都要小心，不然会中枪。说什么呢你？这漫画是不是做的特别好？是啊，对啊，挺不错的，而且我们都可以写，创意挺不错的。而且还可以。看完了，说说感受吧。既然大家这么沉默，那就我来说好了。其实这个视频确实是我做这套程序的初衷。我相信啊，买这个手机的人，绝大多数是用不到这个功能的。其实这是件好事儿，这说明我们大家处在一个相对安全稳定的环境当中，不是吗？但如果万一在你们当中的任何人的其中一位，在那种时刻处于我哥的环境，你们会怎么办？你们会后悔，会后悔自己没能拥有像这样的求生手段。换句话说，如果处于危险当中的是你们的亲人、你们的朋友，你们一定会希望他们可以在最危险的时候给你们发来求救信号。至少我很后悔自己没有早些研发出这套程序。
龚总，你说的很有道理。我看到这个短片，我也很震撼。你哥哥的事，我们都很遗憾。如果你想把这件事作为我们市场上可以炒作的一个点，我倒是认为可以试一下。毕竟我们之前这件事情的热度还是不低的。只是我们要尊重你的想法。既然我决定放出来，就说明我愿意尝试，只要能够让我们身边的环境变得更加安全。既然这样，那我们就看看市场反应吧，让最后的数据来说话。如果动画短片内部通过的话，下一步会让宣传部门加强网络上面的铺设。其实有很多事情我应该提前跟你们商量，毕竟恩义是我们大伙的。再一次感谢大家，这一次可以为了我自己的心愿做出让步，谢谢。好美啊！石小燕的漫画画的好像我小时候。虽然我看不到，但是我还是能带你找到很美的地方。都说今天晚上有狮子座流星雨，怎么还没出现啊？你别着急嘛，流星一般都会晚一点出现。我陪你等。哇，流星！真的吗？流星在哪？它好看吗？还好了，就是有点小。我们等一颗大的，我要许愿。流星，流星，请你保佑千初，早日治好他的眼睛，让他早点看到这个世界。我的愿望是，希望我和美少女永远在一起。千初。小念，是你吗？你不知道吧？环山公路那边有一条野钓小湖，有一次我跟同学无意间路过那儿，晚上的时候特别的好看，湖面就好像星空一样。你认不认识一个叫石小念的人？知道有这么个人，订婚的时候好像见过，但不熟。哦。为什么姐明明有石小念的漫画，却又要装作跟石小念不熟呢？漫画、姐、星空有什么关系呢？石小念怎么会知道这么多我小时候的事情？小迪说给他听的吗？他们关系并不好。我画了一本漫画手稿，里面记录了我跟你一起从小长大的点点滴滴。我本来打算要给你的。
还记不记得小时候我们画过2张东西？你说只要有了那个，我们就算是结婚了。没想到我这辈子能吃上你做的饭。我可轻易不露手啊。你看你这几个蛋打的，哎，还都挺完整的。哎，3个够了，你还干嘛呀？还吃蛋呢？当然了，咱们这是2人份儿。多加蛋好吃啊！今天心情这么好，我多吃几个蛋怎么了？蛋炒饭的主料是饭，不是蛋。你这是鸡蛋配饭呀？这么吃太浪费了。哎，够了。你做我做。你做。可是我吃啊，我可不想进医院。我做你就别这么多废话。再说废话，晚上让你蛋壳配白开水充饥。这么暴力？不。谁啊？陆千初怎么突然打电话？哎，不许接。不是，万一他有什么事儿呢？他能有什么事儿？再说了，有什么事儿能比我们做蛋炒饭更重要？你就给我吧，就是不知道是什么事儿，才怕有事儿啊。不行，原则问题。那我外放，咱们俩一起听，一起听。免提哦。嗯。喂，千初。小弟，你在哪？我在家呀，怎么了？你还记得我们以前去过那个小湖边吗？啊，你确定是我们一起去过的吗？看来真的是你。我要见你。现在。啊，喂，哎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穆总，刚小穆总的车在 GPS 显示，他往那个地方去了。什么？千初去了环山公路？对对对。你先去看看什么情况，小心点儿，别被别人发现。好。按照导航再往前走一些就到了。
你联系穆千初，你说有人跟踪我，让他注意安全。是后面那辆车吗？公总能不能让我跟小年单独聊聊？这件事情很重要，拜托了。你找我有什么事儿？我知道是你。什么呀？你在漫画里画过这个地方，对吗？就是刚那辆车。别别！千初，这里的油菜花好漂亮啊！你等等我。千初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尽力拉住你的手，我不会放开的。医生，千初怎么样了？还没醒过来。都这么久了，怎么还没有醒过来啊？医生，我儿子还要在这里躺多久啊？几位先别急啊，现在人醒过来以后什么情况，还有下一步的治疗方案，目前只能等穆先生醒过来以后才能知道。千初，他以前做过脑部手术，会不会有什么影响？目前还不知道，从影响上来看呢，问题不大，不过因人而异。那他的记忆会不会？小念，你等等我。千初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尽力拉住你的手，我不会放开的。千初，快跑啊！晚了就看不到落日了。流星，流星，请你保佑千初，早日治好他的眼睛，让他早点看到这个世界。不要害怕，我会一直等你的，等你睁开眼睛看到我，我们拉钩。这个是结婚证，我在上面画了我们两个的照片。这个是你的名字，这个是我的名字。已经过了1夜了，你一直在这里走来走去的，至于吗？这么半天都没出来，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？他出不出事儿，对你来说就重不重要了？现在躺在里面的是他，要不是他把我甩开，现在躺在里面的人就是我了。可现在事情已经发生了，你想怎么办呢？以身相许吗？哼，还是说你有了继续跟他在一起纠缠的理由？你这人怎么说话呢？你怎么这么不讲道理啊？不讲道理，我还有更不讲道理。医生，怎么样了？他刚醒，我先去看报告。
千初怎么样跟你没有关系。昨天晚上的意外，昨天晚上的意外怎么回事？我们会调查清楚，该你负的责任会有律师找你。我只是想知道千初她现在人怎么样了。不用这么麻烦，我的律师会主动来联系你，一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解释。走吧，没看出来吗？人家根本就不需要你，别在这儿自作多情。小念，你在哪儿？你醒了。小念在哪儿啊？小念，千初，你是想起我了？你在胡说些什么？我当然记得你了。你现在很得意是吧？我告诉你，你不用同情我，我跟千初订婚的事实，谁都改变不了。我现在只想问清楚一声，千初到底怎么了？我其他的什么都不想知道，也不想改变什么。小迪。不是叫你不要来公司吗？你还嫌事情闹得不够大吗？穆总，我想来想去，你是怕我把你抛出去是吧？你放心，你手里也有我的不少把柄。穆总，我跟了您这么久，可从来没做过对不起您的事儿。我知道。千初到底有没有看到你？当时路上很黑，我又开了大灯，照理来说。他要是看到你的话，这件事情就麻烦了。喂，我知道了，我现在过来。他醒了。那我先去看看什么情况。最近不要再来公司了。爸妈，我没事，你们先回去吧，这里有小念照顾我就可以了。那怎么行？你出了这么大的事情，怎么可以留一个外人在你身边？小念怎么会是外人呢，姐？你见过小念吗？你跟我出来一下。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啊，你弟弟为什么会出车祸呀？还有，他出车祸的时候你干什么去了？爸，公司是真的有事情，本来这件事情是千初处理的，但是突然……到底是怎么出的车祸？一定要彻底的查清楚了。我一定会调查清楚的。千初为什么会那样说话？你应该很清楚我在问什么。爸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但是就算是我之前知道了这件事情，也不是我的问题。
不是你的问题。你不知道的时候，你就百般阻挠他们两个在一起；你知道了以后，你又想尽一切办法催他们赶紧登记结婚。那你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？是的，爸，你说的没错。我知道这件事情之后，确实更希望他们两个可以快速的稳定这段关系。但是爸，我这是为了谁？我难道不是为了牧师吗？如果这件事情被爆出来，不光是石迪会受到影响，千初也会受到影响。千初手术之后费了多大的心思，才受到公司上下的认可。如果因为这件事情而丢失人心，别人可以做到不担心，但我做不到。为了牧师，小雪，爸爸安排你弟弟执掌牧氏集团，你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呢？我没什么意见，毕竟从一开始我就知道，不管我做的再多，都是为了千初做铺垫。只要他回来，这一切都还是他的。可是爸，有得必有失。如果千初想要继续坐稳牧师负责人的位置，他就要懂得付出和牺牲。跟石迪结婚是他必须要走的路。付出、牺牲，是，没错。小雪，你对牧氏集团这么多年的付出和牺牲，那是有目共睹的，没有人不服你。但是你不要忘了，你今天坐到这个位置上，那是你一直坚持要做的。本来我和你妈妈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呢？爸，你可别忘了，当年跟我定下10年约定的人是你，我守住了承诺。可你呢？小雪，那你是想掌管分公司的业务吗？是的，爸。我知道分公司的位置您一直是留给千初的，可是千初现在的情况，大家心里都清楚。不行。为什么到现在了，您都不愿意相信我呢？掌管一家公司没那么容易。我不怕辛苦。那你会分心的。我不会分心的，爸。你会谈恋爱的，将来还会结婚生子，过你自己的小日子，那才是你的未来呀。10年之内不准谈恋爱，你能做到吗？10年之内，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公司的工作上，你能答应我吗？10年之内，你不能有任何其他的想法。好，我答应。小雪，你不用这么快答应。爸，我们说定了，我不会反悔的。怎么了？时间也不早了，我就先走了。后面还有个会，我爸爸也回来。最近我们不要见得太频繁了。你也知道我走到现在有多么不容易。小雪，以后来这儿别穿高跟鞋了。跟我在一起的时候，怎么放松就怎么来。去忙吧，别太累了。空了的时候，我都会在这里等你。
现在木氏当家的人是我。看看你弟弟，虽然说是初出茅庐啊，但是他主导的这几个投资项目，那是个个盈利都非常可观。你再看看你的，千初难得回来一趟，赶紧收拾收拾，一会儿叫你爸吃饭。看看你还想吃什么呀？妈给你做啊。爸，千初回来了，尝尝。叔叔阿姨，对不起，这件事情都是由我造成的。我一定会竭尽全力，让千初康复起来。既然千初希望你能留下来，那就算是我们一家人麻烦你了。至于你们俩的关系，我跟千初没有别的关系。这样最好啊。要知道，千初跟你妹妹已经订婚了，这是事实啊。无论如何都不会改变。爸，我也不希望有什么改变。叔叔阿姨，我只希望千初快点康复起来。小弟，你跟我出来一下。小弟呀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现在已经不想知道了。你这个儿媳妇儿，不管我们是不是认错了，现在也只能认下去了。叔叔，我不需要你解释，一定要息事宁人，一定要好好照顾千初，这是最重要的事情。当然了，我也知道你会介意你姐姐暂时跟千初在一起，但是没有办法呀，你现在只能认了。我知道了。希望我这次不会看错。千初，你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？后来的事情？后来什么事啊？就是你手术之后，到现在，你后来跟……那些都不重要，只要你还陪在我身边，就最好了。可是我现在，你现在怎么了，小念？虽然我现在还没搞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但不管是什么事，我都会解决好的。你就安心的陪在我身边，以后没有人能欺负得了你。我不是说这个，咱们先别说这些了。医生说你要好好休息，你需要静养。我是不是打扰到你们了？我正好回家收拾点东西，你照顾千初吧。现在我照顾我未婚夫，还要听你安排啊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小念，我需要你，现在比看不见的时候更需要你。和旧情人和好的感觉怎么样？还是说你巴不得和他一样，把所有发生过的事都忘？不是你想的那样的。他知道？知道什么？知道我是你男朋友，知道你已经和我住在一起了。
看来你也没打算让他知道啊。放开！我给你包扎一下呀。我和你已经没有关系了，从这里搬出去。公公，你别闹了！我是应该直接告诉他我们俩的关系，可是医生说他现在很不稳定，大家都不敢刺激他。我和你的关系会刺激到他，是吗？那么我告诉你，石小念，你和他之间的关系也会刺激到我。既然你这么在意他，我和他之间你选一个。公公，你别这样。我再说一遍，我和他，你选谁？我选他。公，放手！公，我现在只能选他，不是因为我的感情问题，而是因为他是我家人，从小到大都是家人。他现在出事了，还是因为我出的事，我怎么能坐视不管呢？公，他和师弟订婚那天起，我和他的感情就已经过去了。这之后的日子都是你陪着我，保护我。我想跟你在一起，并不是因为我觉得和他没有机会，也并不是想要刺激他。我想跟你在一起，是因为我喜欢你，现在依然喜欢，以后也会喜欢。但是这和我不能告诉他我们俩的关系和去医院照顾他，这是两码事儿。你能听明白吗？听明白什么？听明白我喜欢你啊。再说。你怎么这么幼稚啊？我都说过了。我说，我喜欢你。不是这一句，是上一句。上一句是哪一句啊？你说你要去医院照顾穆千珠。我是说过这句。绝对不可能。东西放桌子上。我说放桌子上，你没？哼，是你啊！我还以为是米生过来给我送报表呢。怎么了？想通了？嗯。想通了就好。那这件事情我就当是翻篇了，可以既往不咎。请坐。不是，那个，我想说，那个。你还想说什么？我想说，丸子那天去吃烧烤店，特别好吃，给了2优惠券，快过期了。龚总，你愿不愿意商量尝一尝？优惠的，很好吃。怎么样？可以吗？我说了，不可能。你能不能稍微理性的分析一下这个问题啊？人家是为了救我才受伤的，你让我怎么能那么狠心呢？道理上也说不过去啊。我知道，你是不是内心对我们俩的情感缺少安全感呀？我很有安全感。好，那你还担心什么？算了，这件事情不用再提了。